柯莱作为目前唯一的4星草系角色，我想他应该是除了草主之外，各位旅行者在须弥赖以生存的角色之一了吧。毕竟须弥的很多解谜是离不开草元素的。那么作为全新元素体系的草系角色，柯莱它究竟好不好用呢？大家好，我是思凡。如何评判一名草系角色？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标准就是元素的附着频率，不论是绽放还是激化，特别是绽放反应吧，对草元素的附着频率都是有一定的需求的。这里如果对草系反应仍然没有初步概念的，建议可以先看一看我上期草元素反应的视频，这样对理解这期视频也会有更好的帮助。那么柯莱作为一位辅助项的草系角色，他的挂草频率究竟是否合格呢？按照惯例，应该先说角色的普攻。不过柯莱的普攻重击实在是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倍率也一般，也不是其核心的输出手段，所以就跳过。直接说柯莱最核心的技能浮花结叶，也就是元素战绩的回旋镖。为什么说它是最核心的技能？因为它才是柯莱最主要的挂草手段。柯莱向前扔出回旋镖，飞行一段距离，造成一次草伤，一定时间后回旋镖会自己回到柯莱身边，并且在返回时会再造成一次草伤，2次草伤的伤害是一样的，且都能够提供草元素附着，并没有元素附着 CD。 这个回旋镖的飞行轨迹还是有讲究的，它必定是从右手边扔出，逆时针飞行，形成一道弧线，最后从左手边飞回来的，期间会对路径上的所有敌人造成伤害，但最多只能造成2次伤害，来回各1次。回旋镖是有碰撞体积的，假如在路径上碰到了什么障碍物，回旋镖可能会滞留一段时间，然后被弹开。这里滞留的时间可以视作飞出去的轨迹，被弹开后则是往回飞的弹道了。回旋镖可以穿过小型敌人，但像小宝这种体型较大的大型敌人则不太行。回旋镖会像遇到障碍物一样被弹开，第2段的伤害也会大概率无法打出，又或者是运气好一点可以绕过去。总之，当遇到此类敌人时，回旋镖的飞行轨迹是很难确定的，是不可控的。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回旋镖必定会飞回来这个特点，通过改变角色自身的位置来改变回旋镖的飞行弹道。而且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回旋镖是从右边飞出去，左边飞回来的，所以在回旋镖被弹飞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尽量的往自己右手边靠，即使怪位于我们的左侧，这样第2段伤害基本是必定会打中的。回旋镖是有最大飞行距离的，假设我们离怪很近，然后扔出回旋镖，那么回旋镖大概率是会往怪的身后飞一大段距离，然后再飞回来的，这样2段伤害之间的间隔时间也会变长。但假如我们离怪有一定距离，然后再扔回旋镖，那么是可以快速的打出2段伤害的，因为这时候出去和回来的弹道正好是卡在同一水平线的嘛。简单理解成撸啊撸里轮子妈或是狐狸的 Q 技能就行。这样的设计也算是给了我们选择的空间，想要最大限度的延长草附着间隔，那就贴脸扔；想要快速出伤，那就离远点扔。除了飞出去的距离有最大限制之外，其实飞回来的距离也是有最大限制的。一个简单有趣的小实验，我猜很多人也应该都有想过，我们先把回旋镖扔出去，然后立马传送走，回旋镖它是否会从地图的另一边飞回来呢？实际上并不会，因为回旋镖是有存在时间以及回收距离的限制的。就比如我现在远离传送点，然后再扔出回旋镖并传送回来，可以发现回旋镖在离我们一个身位的距离停下来了，转了几圈之后就消失了。这时技能 CD 还剩3秒不到，可以计算出持续时间是9秒多，重复操作也依旧如此，所以基本可以断定这就是回旋镖回收的最大距离和存在时间了。说实话已经足够长了，所以不用担心，实战中基本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那么以上是关于回旋镖的解析，这只是元素战绩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固有天赋4所产生的被动星夜。在飞叶轮，也就是回旋镖返回前，队伍中有角色触发了草元素相关反应，那么在回旋镖返回时就会为角色赋予星夜状态，注意是返回时啊。这个特效就是星夜状态所产生的特效，后续3秒的时间内，星夜会对周围的敌人造成2次小范围的伤害，这2次伤害只有1次可以附着草元素。星夜状态的伤害范围还是比较小的，基本上是需要让角色贴近敌人才能打中的。假如我们解锁了2命呢，那么这个固有天赋的效果会被命中2的效果替换，看着很长。简单来说，改变就是1会为我们免费赋予1次3秒的星夜效果，即便没有发生草元素相关反应也会有。2星夜效果的判定时间更宽松了，从回旋镖扔出去到第1次星夜状态结束都属于判定时间。
3，在判定时间内触发了草元素相关反应，会延长鲜艳效果3秒的持续时间，也就是再给你2次小范围伤害，1次草元素附着。至于所谓的在持续效果期间再次产生鲜艳效果，将移除原有效果这点，应该是为了限制草元素附着次数，3秒1次附着就是3秒1次，既不会延长也不会变多。比如说你用基理弓连扔2次，也不会说大幅提高克莱的挂草能力。可能会有人觉得这鲜艳效果只有40%的攻击力伤害啊，很低啊，这你就错了。我们需要的是鲜艳效果的草附着，而不是它的伤害。有了鲜艳效果，这样一来，克莱的1次元素战绩就能够为我们提供4次草元素附着了，回旋镖2次，鲜艳效果4段伤害也是2次附着。而且重点是，这4次草元素附着并不是集中在1-2秒的时间内的，而是均匀分布在了8到10秒内，是回旋镖飞行的时间，该时间会有所延长。1次战绩4次草附着，这是什么概念？配合雷系角色，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后台反复的触发元气化反应，而且战绩 CD 也不长，可以保证怪全程都挂着元气化状态。比如克勤战场，克莱后台挂草，一个战绩就能打出全程给怪挂元气化的效果。配合水系角色，它可以持续性的触发绽放反应，生成草原核，怪越多效果越好。例如星海又或是夜兰挂水，克莱挂草，然后拿一个堆精通的火雷角色打战场来触发草原核，效果拔群。当然草原核最多存在5个，且一个怪只能吃到至多2个草原核的爆炸伤害，所以策划对绽放反应还是做了限制的。但克莱这个3秒1次的草元素附着可以说是真正好。首先不会因为频率太快导致草原核过剩，而且还能保证可持续发展。想要挂草选它就对了。顺便一提，克莱所有的附着都是落草附着，当然这技能的缺点还是很明显的。第一就是回旋镖的不稳定性，第二呢就是星夜的挂草范围很小，能与其搭配的最佳队友是近战角色。远程角色想要用好的话，就搭个盾斧，然后天然打输出了，不然很容易死。不过好在这些都是可控的，这2个缺点都是可以通过走位来解决的。克莱的大招，克莱会扔出名为克利安巴的玩偶。请问克莱为什么叫做克利安巴呢？因为克莱安博，克利安巴会以自己为中心创造出一个领域，在6秒的时间内持续不断的对领域内的敌人造成草元素范围伤害。除了扔出去的那一下爆发伤害，6秒内一共会造成12次伤害，也就是1秒2次伤害。12次伤害，你是不是觉得草附着频率还挺高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克莱大招的元素附着并不遵循 2.5 秒以及3次的规则。首先爆发伤害会有1次草附着，后续的12次伤害里也仅仅只会提供2次草附着，分别是第6次以及第12次。算上开始的爆发伤害的话，就是第7次和第13次，也就是说每6次伤害才能挂1次草。1次大招有且仅有3次草元素附着，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但确实是这样。克莱大招的草附着频率其实并不高，即便算上固有天赋5，领域内每触发1次草元素相关反应就延长1秒的时间，1秒的时间也仅仅能再提供2次的伤害，我们必须得延长3秒，多打6次伤害才能多附着1次草元素。就要求我们，假如在没有其他附着帮忙的情况下，克莱大招的3次附着必须全部触发草元素相关反应才行，且我们必须保证角色得在领域内，不然延长领域时间的效果是不会生效的。哦，不对，克莱大招爆发的那一下草附着是不算在领域内的，也就是说那一下是不生效的，是不会延长领域的持续时间的，所以必须得有其他角色来帮忙才可以。而且我们不能保证怪一定会吃到领域内的每一次伤害，所以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9秒至多4次草元素附着，这么一看，其实和元素战绩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我觉得它还不如战绩的附着，因为它不可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元素战绩才是克莱的核心技能的原因。克莱大招除了附着以外，主要作用还是打伤害吧。克莱的命座，一命提高在后台时 20% 的充能效率，简单粗暴且实用的效果。2命核心命座，具体效果前面已经说过了。4命释放大招时为全队角色提供60点精通，持续12秒，自己除外。60点的精通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对于本身就堆精通的角色来说收益一般，但对于精通不高的角色来说收益还是可以的。而且克莱大招本身的需求能量也不高，就60点，双草队伍里是可以做到1轮战绩1次大招的，所以还是不错的。6命我还没抽到，但看效果是会在释放战绩时额外造成1次草伤的，也就是多了1次草元素附着，且200%的倍率还挺高的，所以对克莱的提升也挺大的。
既补了附着，也补了伤害，感觉命中每一命的效果都还挺好的。武器圣遗物选择，先说圣遗物吧。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克莱在队伍里的定位是什么，输出肯定不是。一般来说，克莱就是队伍里的后台挂草位。假如队伍里是走双草的，那么克莱一般会带身影套给另一名草 C 减抗，另一名草 C 则穿噬金之梦套装，也就是新出的金龙套打输出。这里我也顺便说一说新出的2个圣遗物套装，生灵其实是给辅助用的，噬金套才是给输出穿的。而且生灵套在队伍里有草 C 的时候，给不是草系的角色穿也是完全 OK 的。比如说只是单纯充当挂雷位的角色，我们是可以给他穿的，一举两得嘛。而且生灵套在后台也是可以触发的，很方便，是辅助草 C 必备的套装。噬金套则摆明了是给对精通的输出角色准备的，比如说打激化的草 C 和雷 C 等。此外，对精通打反应的火 C 也可以考虑这套圣遗物。那么在单草情况下，比如说克莱在绽放队，那么这时克莱的套装选择就比较多了，可以依旧选择失灵套给自己减抗，也可以选择万能的绝缘套和宗室套提高自己的输出能力，又或是辅助队友加伤。不太推荐噬金套，噬金虽然能提高自身的精通和攻击力，但需要穿戴者触发元素反应才行。当克莱在后台时，我们是很难保证克莱就是反应的触发者的，所以噬金套通常来说更适合战场角色。至于圣遗物各部位主词条如何选择，我还是推荐充能、草伤和暴击爆伤，不推荐克莱对精通。而且说实话，也没有主词条能给克莱对精通了。首先在双草队伍里时，克莱可以适当堆一些精通打输出，但主要还是堆充能，只能是在副词条随缘歪点，歪了不亏吧。但在绽放队里时，就完全没有必要堆精通了，因为它的作用仅仅是生成草原核而已，后续的超绽放和烈绽放的触发和它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只要挂草就行。超绽放和烈绽放的伤害只与触发该反应的火雷角色的等级和精通相关，所以绽放队克莱想打伤害，还是老老实实对暴击爆伤的好。而且就克莱的技能模组而言，我觉得更适合他的就是绽放队。武器选择5星中梦没有问题，4星还是更推荐西风，其他像祭礼、绝弦这些有什么用什么吧。队伍搭配，说实话现在草系角色也不多，而且刚出，和现有角色的契合度是没有那么高的。激化和绽放就目前而言还不能够撼动现有的成熟体系，只能说是未来可期，等一手未来主打相关反应的角色出现了，所以现在的配对只能说是先看看，指不定下个版本就不行了。目前比较成熟的队伍的话，那就是提纳里克莱，然后再补一个挂雷位，雷神最好，还可以和提纳里玩速切。其次小艾米进一步强化对单的伤害，2个都伤也可以。至于生存，则可以完全交给提纳里的战绩，只要你有足够的自信的话，否则还是带个盾斧和奶。注意盾斧和奶最好不要选择火系和水系的，因为火水会和草元素发生反应，中断原激化状态，特别是火系吧，火究极无敌克制草元素，很容易反应掉。水系则被草系克制，只要附着频率不是很高就还行，但保险起见还是不选的好。其他元素均不会与草发生反应，可以随意挑选。然后是绽放队，绽放队的核心是水草角色，且最好都是可以持续上水和上草的。克莱已经占了一个位置了，剩下的挂水位可以选择星海、叶兰、行秋这些。当然公子和灵人也是可以的，只不过这俩都是战场挂水角色，绽放反应对这两的现有体系来说冲击程度是很小的，只能说是娱乐玩法了，这一不提。现在最简单实用的应该就是火 C 打烈绽放反应，因为火水本来象限就很好，而且火 C 会对精通，像是迪卢克、胡桃、燕飞、萧公、可莉这些都是可以的，只不过会有个小问题，就是草元素会抢水，而且草克制水，上水频率不够快的话，会出现火 C 打不出蒸发的情况。而像是后台挂火的角色，例如托马、星焰强行堆精通的话，盾量就不够看了，比较矛盾。相邻的话和火 C 是一样的问题。雷系角色说法会多一点，例如之前版本刚出的精通奶、97冷，可以说是完美适配，但就是挂雷的范围比较小。神子作为后台雷也还不错吧，而且本身也是堆精通的，打激化的话攻击频率太低了，收益不高。然后就是雷神了，雷神当做超绽放触发器还是很有说法的，元素战绩无缝挂雷，而且可以保证后手触发，而且还是范围伤害。精通雷神的玩法是完全可行的。小艾米则一般，因为攻击弹道很难碰到草原核，触发困难。推荐几个目前还算不错的绽放队吧，克莱加草主加星海加雷神。克莱草主其一带失灵套减抗即可，推荐克莱带，因为挂草频率会高一点。2位草系角色都主对攻击双爆，
星海则提供挂水和奶，推荐海缆套。雷神则往死一堆精通即可，面板什么的无所谓。这种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巨怪，所以可以把草主替换成砂糖、灌叶或是温迪都行。巨怪同时也可以顺便把草原河给拒了，一举两得。雷神也可以换成神子，这个绽放队应该是当前版本强度比较高的队伍了，而且对操作手法基本没什么要求，哪里亮了点哪里都行。那么关于配对就是这样了。克莱作为一名4星草系角色，我对他的强度还是比较满意的，挂草能力相当 OK， 好吧，最好能抽到2名吧，比较关键。而且克莱的中配声音是真的好听啊。草主是谁？没了神之嘴派门，只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罢了，我真不熟。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有帮助到你，还请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UP 主。我是思凡，我们下期再见吧。